在8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正在向基辅提供29.8亿美元的武器和装备，这是华府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安全援助。而同时这一天呢，也是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独立3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收到了这样一份大礼，对乌克兰军队而言呢，又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今天呢，大兵就来聊一聊乌克兰的这个独立日大礼包。对于这个大礼包呢，大家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波经费来源是美国国会拨款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授权拜登政府采购武器支援乌克兰，而非直接从现有的军火库拨补。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表示，这轮援助代表了一个合同进程的开始，美国将在中长期内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优先能力，以确保乌克兰能够继续保卫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繁荣的国家。这批价值30亿的大礼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最大的一次，其中包含了另外6个国家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并为 NASAMS 增设弹药，以及多达24万5千发155毫米火炮弹药和6万5千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24个反火炮雷达、激光制导火箭系统，以及2款无人机系统和1款反无人机系统。这其中呢，就包括了乌克兰政府一直心心念念的射程高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大家都知道，在最近时间呢，俄乌战场上海马斯的出镜频率非常高，特别是在乌军发起的赫尔松大反攻当中，海马斯更是直接炸毁了第聂伯河上俄军所有的补给大桥。一旦装备了新的导弹系统，那么乌军完全可以向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展开精准打击，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克里米亚大桥。毕竟，如果重创了克里米亚大桥，就相当于切断了俄军从克里米亚到前线的补给通道。此举很有可能会让俄军前线部队再一次收缩战线。一旦俄军退守，乌军呢就能进一步加大对俄军的进攻力度。而同样，俄军对于海马斯这款装备呢，也是有些束手无策。毕竟，如果想要摧毁它，俄军就要做到提前发现。否则呢，仅凭着雷达上的定位加上射击诸元设定，等俄军反应过来的时候呢，海马斯怕是已经先移动到1公里以外了。而 NASAMS 导弹系统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美国就是用这款系统来保卫首都华盛顿的领空的，其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70公里。而这款武器到了乌克兰之后呢，也将成为俄空天军的噩梦。它填补了乌军薄弱的防空领域，使其拥有在短程便携式防空和大型远程防空之间的能力，是乌克兰避免受俄军空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系统是由挪威康斯伯格防务航天航空公司与美国雷神公司合作开发的。该系统因为使用了雷神公司的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而闻名。一个 NASAMS 的营级配置通常是由12个卡车发射器组成，每套发射器呢配备6枚 AIM-120 导弹，全套系统由 MPQ-64F1 哨兵雷达、短程 MSP-500 传感器以及火力指挥车组成，可以在探测到目标的10秒内完成导弹发射，并且同时对不同目标发起攻击。同时，该系统的机动性也十分不错，作战单位呢可以在导弹发射后的3分钟内撤离。而除了 AIM-120 导弹外呢， NASAMS 防空系统也可以使用更大、射程更远的增程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该导弹采用推力矢量发动机，可以更有效地打击高机动目标。虽然相较于爱国者，这款防空系统呢并不出名，但它却可以对付更高和更快的目标，例如轰炸机、战斗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而目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面对的是2种不同的威胁，一是前线空域活动的俄军战机，二是俄军向乌克兰纵深战略目标发射的导弹。由于 NASAMS 系统对高空和相对低空目标都有效，它几乎可以帮助解决所有前线战术防空和后方战略防空问题，覆盖需要防空的城市、军事基地和关键战场。有了这款射程170公里以上的防空导弹，俄罗斯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开着战机在俄乌防线背后各种炸了。说完这些呢，咱们再来看一下2款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RQ-20 美洲狮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是一种小型的战术侦察无人机，它机长1.4米，翼展2.8米，最大起飞重量约5.9公斤。
除了可以使用小型导轨弹射起飞之外，它还可以直接手掷升空，并且由于该机使用的是电动机，因此噪音很小。再加上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可以达到3048米，在战场上也很难被发现。该机的电池可以允许它执行2个小时的侦察任务，其通讯半径在15公里左右。相较于此前乌克兰军队大量装备的 DG-1 民用无人机，美国援助的这款美洲狮的主要优势呢，在于飞行高度更高，速度更快，续航能力也相对更长。而如果对比的是俄军方面的 ELERON-3 战术无人机，该机的侦察功能呢要更强，它携带的光电侦察头功能更强，除了高清白光侦察通道之外，还有红外热成像通道和激光测距通道。而俄罗斯的无人机呢，则只有白光侦察通道，相比起来，全天候侦察能力要弱于美洲狮无人机。同时，俄军还同样缺乏应对美洲狮这种小型无人机的专用设备。其防空雷达对于追踪这种速度慢、体型小、雷达反射信号弱的目标，很容易就会将其当成飞鸟之类的背景杂波而被过滤掉。同时，俄军目前在战场上出现的道尔、铠甲、剑石和通古斯卡等传统防空装备，在应对这种小型无人机的时候呢，也存在着效费比问题。如果老是使用昂贵的防空导弹打击这种小目标，是很亏的。而第二种无人机呢，则是此前就在战场上出现过的扫描鹰侦察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和英西图公司联合研制的长航时无人机，可以说是小型长航时侦察无人机的典范了。该系统包括2架无人机、1个地面或舰上控制工作站、通信系统、弹射起飞装置、空中拦阻钩回收装置等。在运输时，该机可以将机翼折叠，从而降低运输难度，提高战术部署能力。从应用上来说，这款无人机将被乌军应用于海上侦察、情报收集、目标搜索、通讯中继等各种战术支援。该机机长 1.2 米，翼展 3.1 米，最大起飞重量为18公斤，任务载荷重量为 3.2 公斤。它的动力装置是单缸双冲程发动机，其巡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90公里，能够在4876米的高空飞行超过24小时，为乌军提供持久低空的 ISR 服务。曾经早在2007年1月，扫描鹰无人机就创下了28小时44分钟的最长时间记录。同时，该型无人机还可以搭载180度自由转动的数字摄像机和红外摄像机，拥有全景、倾角和放大摄像功能，能够在各种环境下进行24小时侦察、跟踪多种目标。其清晰度甚至能看清敌方士兵的面部表情和他们手中咖啡上冒出的热气。据了解，美国陆海空3军都广泛装备了该型无人机，用于战场监视和侦察任务。而有了这款无人机的乌军，则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深入到俄军战线内部，获取更详细的情报信息，为下一次海马斯的打击指出一条明路。而最后一款呢，则是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则是在2021年英国皇家海军推出的新一代反无人机系统。该系统是一款模块化托盘式火箭设备，可以为乌军提供精确打击能力，能够安装在乌军的各种载具上面。该武器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为普通载具带来低成本的反无人机能力。它可以安装在任何具有平坦表面的皮卡或者车辆上，并且呢，它还是一款完全独立的系统，不需要再为车辆安装发电机。有了这款武器，可以让乌军的反无人机能力再度提升一个台阶。同时呢，除了美国之外，挪威和英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大约150到240套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呢，具有非常出色的能力，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侦察无人机之一，整体机长仅有10厘米，大约就是半个手掌的大小，机宽2.5厘米，整机权重只有16克。在技术方面，这部无人机配备了摄影机，可以为操作员提供全动态影像和静止图像，并且它操作起来也十分简单。英国官员称，操作员只需要经过20分钟内的训练课程，就可以学会操作黑色大黄蜂。该无人机有3个摄影镜头，一个向前看，一个向下看，一个向下指向45度。一组黑色大黄蜂套件包含2架直升机，20到25分钟内可以充到90%的电力。这与其可以悬停的时间相同，
当一架没电时呢，另外一架可以替换上阵飞行。而且你可不要因为它小而小瞧它，它的极限时速可以达到18公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为120米。采用低噪音电动马达驱动双旋翼飞行，能够在35公里每小时的风速情况下飞行，极限续航时间为25分钟，可以在不被敌方目标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实时侦察任务，而且能够通过保密数据链向1.5公里外的操纵员传输机载传感器所拍摄的静止画面或者高清视频。如今最新改型的 PD-100 黑风3在机身前方呢，还配有热成像装置以及光电传感器，使其能够在夜间执行监视任务。这个功能呢，对乌军的游击队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而除了尺寸小巧外，黑风无人机系统构成也相当简单，主要由一个单兵遥控终端和2架黑风无人机组成，里面包括了一个相当于电视遥控器的控制手柄和一个多功能显示器。如今新版的已经集成为一个带有触摸屏的小型平板电脑，可以让单兵轻松携带。此外呢，黑风无人机不仅可以由操纵员直接遥控飞行，也能够按照预定路线飞行，并且还具有自行返航功能。在飞行途中还能利用人工智能和机载传感器检测周围环境，自行生成一个障碍物分布图，使其能在能屏蔽控制信号的封闭室内自主地规避障碍物飞行。而等到该型无人机送到乌军手中之后呢，乌军还可以将其涂装改为和当地环境相似的样式，使其隐蔽性更强，非常适用于巷战环境。同时，从目前乌军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基辅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正在取得军事主动权。乌克兰游击队正在不断地突袭俄军的后勤基地，阻断俄罗斯侵略脚步，并试图收复失地。同时，《华尔街日报》还分析，俄罗斯的军心已经不如战争一开始那么坚定了，其国内经济衰退状况十分严重。而这次的俄乌战争也重新让北约恢复活力，芬兰和瑞典都已经成为北约新成员。同时，这次各国的强力军援也让乌克兰看到其后方的支持力度依旧强劲，并且呢，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越来越大量，越来越先进。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106亿美元。同时，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呢还计划在9月份签订新合同，向乌克兰提供性能更强大的弹簧刀600型无人机。相较于之前呢被称为指挥官噩梦的弹簧刀300，弹簧刀600呢是一种专门用于摧毁装甲车辆和坦克的武器，它的重量约为22.68公斤，装备的是反坦克弹头，能够为乌军提供前所未有的侦察、监视和目标获取支持，并且它还具有高精度光学系统，可以在更远距离打击更大、更坚固的目标，并且弹簧刀600还能提供了一个多合一的便携式解决方案，射手又能够通过管发射进行快速部署，其操作设置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够完成，并且它还配备有高分辨率的万向节传感器和精确飞行控制。该无人机的作战范围大约为40公里，这也将意味着弹簧刀600可以执行更远程的精确攻击任务。在飞到目标上空后，弹簧刀600无人机可以悬停40分钟，有着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目标识别，并且根据情况来选择最佳攻击时间。它的飞行速度为185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呢，足以穿透装甲并摧毁坦克了。好了，视频的最后，咱们再来参观一下乌克兰的基辅武器展。看着街道上数十辆被击毁的俄军坦克和装甲车，我想俄军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占领了基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